牛策马报答你们。潘局说看到一份公安信息化建设汇总报告，引谏言是你写的，所以要见你。哎，你是学计算机的，那你跟潘局一个学校吧？那我亲师兄。哎呦，潘局是80年代毕业的，扩招之前第一批大学生，90年代初就已经在省里面搞网络安全工作。90年代啊，用什么电脑 ？DOS 系统，打字无笔。我这么跟你说啊，我第一台电脑就是奔腾。奔腾那个时代，我连电脑跟游戏机还没分清楚呢，潘局已经是专家了。咱们省数字闽州专家委员会第一批专家18个人里面，唯一一个我们公安的专家，那是全省科技信息化元老级人物，OJ 那是。公安科技信息化就是潘局带着头，从零开始，一点一点搞起来的。行啊你，对潘局了如指掌。我是迷弟呀，我是。那会儿潘局在省里做科通处处长，我们这部门吧，在系统里一直就不受重视。大家不都开玩笑吗？说我们是修电脑的吗？在公安系统里吧，大家都围着刑侦、图侦转，当官的也都是他们。纯搞技术做到局长，潘局是第一个。这边监控不但数量不足，而且质量还差，线路大量老化，传输图像不稳定，而且集中在这片地方。这地方有多少监控探头啊3341个，而且其中5%已经坏了。那你任务要增加多少才够？你看这个，这么精准，算出来的。真不愧是我师弟，年轻有为啊！不是，你是怎么想到进我们公安系统的？我爸妈是让我找个稳定的工作，我就来考试嘛，一不小心我就……那你同学们都在大厂工作？也有几个自己出来开公司的。我记得我刚到省厅科通处工作的时候啊，同事们跟我开玩笑，把我们叫是学电脑的吗？网管，对，网管，管我们叫网管，谁网络断了就能看见我们了。那潘局您呢？当时为什么进公安系统？我爸妈想让我找个稳定的工作。确实啊，我进来之前啊，都没有人懂电脑修电脑，你总得有一个懂电脑修电脑的吧。但是啊，未来是属于科技的，刑侦技术啊、图侦技术啊等等，科技新兴，一定要把信息化这个科学技术应用到公安领域。未来这个数据就是石油。最近大火的那个 AI， 你们知道吧？我买了本书，这书的名字叫《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这里头讲的呀，就是全球化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到来，以及智能技术如何应用在社会上。这本书给你看，谢谢潘局。张队，哎，是这样啊，反诈平台刚才监控到一个诈骗团伙正在围猎一个叫蔡玲玲的女事主，我们联系女事主，她坚称自己没被骗，事主没反应过来呢。我们也没确定到底是系统的误报还是她彻底被骗。查一下她银行账户，看看事主还有没有别的被骗痕迹。我们查过了，她的账户刚刚到款500万，备注的是房产抵押。张队，这个女事主现在在银行网点，她要打钱了，通知银行止付。银行说他们在没接到上级部门和我们的正式通知之前，可以借口电脑故障暂缓为她办理业务。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赶到阻止她的话，银行也不能拒绝给她办理业务。行，那我过去一趟。那成，高科技方面你比我懂啊，跟我去一趟。这个没什么高科技的，这天案子都人手少，你给我搭把手。我换身衣服。行，等你。女士，您别着急，先听我说。不是，我要等多久我才能办？您先别着急。你好，蔡玲玲是吧？这是我证件。这位女士要转账500万，您的这笔业务是有点问题的，请警察同志为您解释吧。这样，咱们坐下来慢慢聊。不是，我就求求你们了，能不能让我把这钱转了？不然我就犯罪了。你现在是在被骗了，你怎么会犯罪呢？
来，我的证件你再核实一遍。希望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到底什么情况？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要不是我们来的及时，你的500万打水漂了，你怎么不相信警察呢？不是500万，是我把公司的1650万弄丢了。我是公司的财务，有一天，我被一个项目经理拉进了微信群，群里我们董事长、总裁、法务各个高管都在里面，说是临时有一个招投标活动，要我紧急支付保证金，手续后补。你没有打电话核实一下？那几天刚好公司的高层都去香港出差了，而且往常也有过这种情况，公司领导给我打电话要我预支款项，回头再补签字。而且群里的董事长一直在催我，我就转款了。所以你是转了钱之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我当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后来，我接到警察给我打的电话。警察？什么警察？是北京的国际刑警给我打的电话。他们说我往香港转的那1650万涉嫌洗钱了，我当时就傻了，这明明是公司让我转的。国际刑警办案也不会打给你一个财务的，你没有跟领导核实一下这事？我当面去问了那个项目经理，公司确实是有这个投标业务的，但是总裁没有签字，所以说让我不要转钱。所以这个时候你基本上是可以怀疑你是会被骗的，你没有报警吗？这个时候国际刑警又给我打电话了，他们说我那1650万已经被他们冻结了，资金是安全的，所以让我不要担心。然后他们说一定要证实一下我的清白，证实的方式呢，就是把我的所有的资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存到他们的安全账户里。等他们证实清楚了之后，再把款还给我。这钱在账户里面，它就是一串数字，怎么证明清白不清白呀？你不想想？我当时就是着急啊，我想着我能够悄悄地把那1650万公款要回来。我已经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我已经把我的房产做了抵押，然后一会儿把钱转给他们。你这是碰上连环诈骗了。骗子啊，对于你个人信息还有公司都是很了解的。你那个微信群里啊，除了你，其他都是骗子。就你说那国际刑警，那也是骗子。是他让你做房产抵押的吗？他们说要去他们认可的公司做，叫什么福鑫房产服务。这样啊，你要办几件事。第一，快给你们公司说明这1650万的事，让他们赶紧报案。第二，把你银行抵押房子那钱赶紧去还了，能减少一点你的损失。第三，把你这2回被骗的银行账户信息、通话记录，还有抵押贷款合同，这些相关的东西都提供给我。以后别被假警察给骗了，我们办案那都是有程序的，谁能打个电话就让你转钱呢？我怎么被骗了？行了，别哭了。幸好有你们这个反诈大数据平台，拦下上当受骗的人都好几十波了。你们做这个系统啊，不知道救了多少人。还是有漏网之鱼。今天这种情况出现，就说明这系统还得改进。哎，最近在侦查中心没怎么见到你，怎么样？憋什么新项目了？你们？最近忙着弄智慧交通呢。哇，厉害！最近好像很多路口都在翻修啊。这个是要在下面埋第4感应装置，还有一些翻修是为了布线。好像这条路上就一直在动工啊。我们已经尽量在减少了，很多路口现在我们用的都是4G 的无线控制，为的就是少布线、少挖坑。4G 网络，这无线的应该不如有线的稳定。你这老思路啊！现在无线技术非常稳定，我最近写的论文就是关于无线技术在智慧交通里应用的。以后向你们学习。老张，你等会儿。
之前群众举报的复兴公司的问题立案了吗？该立的都立了。最近呢，又有个新案子跟复兴公司有牵扯，有一位女事主呢，被连环电信诈骗。一开始呢是针对公司财务人员实施的诈骗，骗成之后呢，又冒充公检法人员再次进行了诈骗，跟套路贷公司合作，骗女事主抵押了房产，把钱都给他们了。这个公司就是复兴公司，他们这就属于套路贷犯罪。今年国家出了几个意见，包括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这就给我们办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组织全市的公安系统，培训、认真学习这几个文件。复兴公司这一系列的案件，立即组织研判，摸清犯罪的模式和受害者的规模，除恶务尽，不能手软。蒋硕，潘局现在可以见各位。好，那我先去。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小点声。呀，你怕什么？我还以为这次会不太一样呢。这一到关键时候，都是领导先上，领导先出风头。人蒋述口才好，我一见着领导我就紧张，那什么地方说不清楚或者拎不清的，那不更麻烦吗？你紧张什么？正是因为紧张，你才更应该锻炼。我不需要锻炼，你锻炼锻炼吧。来，你跟我汇报一下。行，听好了啊，陈学渊同志，你好，我是刘依依。如果没有我们两个费劲巴拉的一个劲儿的研究那个无线技术的应用，现在全市到处都是工地，老百姓们也全是怨言。你干嘛呢？我找个喇叭，你让里边人听见。我这还是连续加了几天班，中气不足，要不然肯定让他们听见。小点声。潘局，别睡了，潘局来了。潘局，潘局，我听蒋述说又熬了一通宵啊！坐。哎呦，但是熬这夜啊，你们提出这个方案啊，太漂亮了。那以前咱们的方案不就是有线光纤？那肯定是要破土挖路，还得埋管子。我正在发愁怎么跟各方面再协调。对，有的路段呢刚刚白改黑，按规定呢5年之内是不能再施工的。还有的路段为了埋那个感应车辆的地磁，已经施工过一遍，再挖一遍是在劳民伤财。对呀，这个无线基站联网，这不用打洞啊，实施起来也快，是不是？给你们俩记一功。潘局，我就是跟大学同学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国内已经有这个技术啊。哎，按照你们这个方案，我们施工的话，大概多久能完成？我们已经完成全市中心区域的联网和滤波设置了，估计再有1到2个星期吧，就能完成全市重点区域整体完工。到时候滤波通行率能达到80%。1到2个星期，太好了，此处应该有掌声。哎，闽潭交通拥堵的问题啊，一直是我心头大患，这下总算是解决了。不但要记功，也要奖励。今天放假1天回家补觉，睡够了回来干活。好，谢谢潘局。谢谢潘局。哎，姑娘，别激动啊，有什么事情可以先跟我说说吗？那么多钱我还不起啊！没关系的，你先跟我说说，我帮你一起想想办法。1650万，怎么办？哎，姑娘，别激动啊！你别过来！别过来！这里有群众突发哮喘，快帮我呼叫120。好，知道了。哎，晨儿，哎，你怎么来了？小杨说潘局叫我过来的，说黄书记都来了，什么情况？这不今天有一跳桥自杀的引起舆情了吗？哎，就是前几天咱们去处理的那个被骗的女事主。人虽然救下来了，但今天这个事件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这2年套路贷和电信诈骗增长很快，咱们有什么对策吗？对付这一类新型犯罪团伙啊，确实是我们碰到新的一个难题。这些诈骗团伙，境内境外相互勾结，他们非常职业化，一层一层，层级还很严谨。但是请书记放心，我们会组建最专业的队伍去打击这类职业化的犯罪团伙。最重要的是，要挽回受骗群众的损失，但是要想把钱全部追回来，确实是有难度。那这个女受害人之前被骗的1000多万能追回来吗？我们合成侦查中心在发现这个女事主被骗的时候，已经过了72小时的黄金时间了。我们马上锁定了那1650万的收款账户，从1级账户开始查，发现这笔钱已经被分散到5、6级账户上了。还好，金额比较多，目标也大，他们的转移线索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一个绿色通道，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迅速的查询，并且冻结资金。我们的办案思路还是合成作战的方式，依靠警务大数据，打团伙、导链条、打集群战。那我们就等着这个大数据中心的战果汇报了。那个书记，我请您去那儿看一下。好。黄书记，潘局，救护车已经接到被骗的女受害人了，但是现在堵路上了。你查一下从救护车到医院的路线是不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信号灯联网的区域？是已经完成的区域，而且全程绿波通信覆盖。通知交警支队，启动一键护航模式。是，我现在去。这个一键护航模式是什么？交警护航吗？书记，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一键护航模式是我们智慧交通升级的一个部分。咱们闽潭中心城区啊，规划老，随着车辆越来越多，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啊，这个车速只能达到每小时24公里。交警呢，互相都是用电台来通报，他们没有一个精准的智慧交通的方法。这个智慧交通，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要制作一张最精准的交通情况的大地图，供交警指挥交通。这个小陈啊，就是这个方案的设计和执行的骨干之一，我让他给您详细介绍一下。好，小陈，给书记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智慧交通。这智慧交通大地图就是指挥中心的这块巨屏的电子屏幕，我们把全市的视频、信号灯等所有这些设备集成在这一张地图上。南一骑警，收到，请讲。有一部车牌号为谭 A648KK 的救护车要前往人民医院，将要经过你的点位，请做好护送工作。好的，明白。开启一键护航。目前，所有城区内的信号灯实现中心联网，中心的3个城区是已经完成了。在这里看到哪个路口堵，就可以在指挥中心直接把那里的信号灯从红灯变成绿灯。我记得以前是哪个路口堵了，都是交警去现场手动按信号灯的。对。现在主城区500、600个路口，如果全靠交警移动的话，就太慢了。交警移动再快，也比不上电脑快。这个效果很好。再过段时间，咱们不是要开东亚经济论坛吗？那以前重要的外宾出行，都是要限行封路，保证外宾的通行。但是这样，就给老百姓的出行增加了负担。现在不会，现在有绿波通行的一键护航模式，贵宾车、老百姓的车一起过，只要保持在绿波时速之内，畅行无阻。这个系统刚刚完成，还需要磨合一段时间吧？东亚经济论坛可是咱们城市的重中之重，
要是出点小纰漏，可丢人现眼到国际上去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按照传统的方式，外宾出行，警车开道，社会车辆全部都拦下。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智慧交通、绿波通行，用科技告诉外宾，我们中国政府不一样，我们的政府更考虑老百姓的出行方便。这样的话，我想对这次会议也该有所帮助吧。潘局这个代事，听着可真顺耳。云平台就是公安内部建了一个大型的水池，大大小小的数据就像各路的河流、小溪，哪怕是民警同志在路边随处录入的一个身份证信息，也能灌进这个水池。以前我们的数据呢，只能各部门自己使用，现在只要经过云平台的统一的审核，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数据，都可以复制性的使用。潘局，哎，进来，又去开讲座了？局里要给你发课时费了。我哪敢给人上课？我就是给咱们做宣传。我叫你来啊，我是跟你说，你那篇论文发给我的，我看过了啊，非常不错，不用耽误了，我觉得可以发了。能发了？能。这论文到时候得跟您一起连个署名，您出处给润色一下呗。署我名啊？啊，不用，署我名干什么？署你名就行了。不是潘局，这云平台的论文，我们就是把您的思路跟设计进一步落实了而已。按理说这论文您是第一作者，肯定得署名啊。不用，我就是指了下方向。论文是你写的，为什么要署我名啊？再说了，啊，我都快退休了，这对我没用，但是它对你有用，对你将来评职称什么的都有帮助。你是民大毕业的，将来你要名气大，职位做高了。你那计算机系的学弟学妹们，你看，就当警察也很有前途啊，都来咱这儿当警察了，多好啊！咱就不缺科技人才了。到那个时候，哎呦，这大楼里一堆修电脑的，真正实现科技兴起。蔡玲玲遭遇的这个连环诈骗案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个人的，还有公司的这个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我们研判了福星公司今年所有套路贷的案子，发现很多受害人是先收到了短信，才掉入到套路贷的陷阱里面的。现在的犯罪团伙都是通过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现在这伪基站也比较便携，扔在双肩包里就能工作，所以这些背包客呢就背着这伪基站到处发送诈骗短信。虽然他们流动性强啊，但是我们通过被害人收到的诈骗短信进行生物分析，确定了伪基站活动的几个路段。这个伪基站工作呢，现在就两种方式，一种是向商场、银行这种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向一定范围之内的手机发送诈骗短信；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先筛选尾数比较好的这些号码，然后通过拦截手机 APP 还有网页通讯，向跟这个号码有关的亲朋好友啊、同事、熟人之间定向诈骗。蔡玲玲遭遇的就是这第二种。我们已经在重点区域和重点路线派出了部分警力，排查可疑车辆和可疑信号，争取先抓几个背包客回来。哎，这真的是大海捞针呀！哎，我们为什么不针对这些背包客来一次大清扫？这个还真没法一刀切。那些背包客啊，最早发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广告短信，够不上刑事犯罪，治安拘留都不够。抓到了就教育一下。现在是没别的办法了，只能一个个查。广告短信就放，诈骗短信就抓。那些发诈骗短信的，我们要找到他们的伪基站，那里面的犯罪数据就是证据，很重要。那这个伪基站到底长什么样啊？早期是还需要电源，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主机连着笔记本电脑。
发现没有？前面有个出租车，有人招手他都不停。还发现什么了？什么问题？咱们都在这绕2圈了，这车就一直在咱们前头，也这么绕。我看他是外地的车牌，他是找不到路的吧？找不到路可以开导航啊，关键是他也不载客呀。是用打车软件了吧？打车软件就让他这么绕圈玩啊，他不累啊？开那么慢，别管了，坐稳啊。干嘛呀你们？警察。哎，干什么呢？下！我叫你下来，自己下来。快点！叫好了。干什么呀？刚才想跑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赶着去火车站接人呢。你着急吗？我看你在这转好几圈了。外地来的，路不熟啊。路不熟没导航啊？转圈就能熟？哎呦，这腿抽筋了！哎呦，停掉！不是，哎啊，藏什么呢？啊？不是你先松开行吗？别废话，手打开。什么东西？上个乘客落下的一个 U 盘。上乘客是不是还给你落了一笔记本电脑啊？我真的就只是一个开出租的。有一次拉了一个乘客，上了车非要让我帮着发一些群发消息，说是800块钱一天，就是整天开着车瞎转悠就能赚钱，我就干了。我真的是以为只是发发广告。你看啊，你们这次那个已经是第4代的伪基站了，就一 U 盘，亏你听我说话，要不然白忙了。长得也厉害。我觉得啊，咱们现在应该发挥合成作战的优势了。可以啊，小郑同志，这样我们不用去蹲点了，智慧点亮生活呀，点亮了。带走，走，上，快点。走。哎，张队，有什么收获？这里面就是背包客的一个装备站，背后真正控制他们的人不在这儿。这大客户是个茶叶店老板啊。茶叶店老板生意做得不小呢，手上这么多张银行卡，每天的流水动不动就过1000万。一个茶叶店流水这么大，肯定有问题啊。是啊，技术那边查了他通话记录，发现他和很多背包客都有联系，还跟境外有联系呢。张队，咱们这茶叶店老板大客户是咱熟人呢。还真是蛇鼠一窝啊！走啊！麻将，抓人呢？咱俩抓。啊！回汇报。谢谢啊。查，把这个潘青山给我查彻底，我就不信查不出他任何问题。老板，我们真的尽力了，没查出来。不可能，多找些人，一定要找他得罪过的人，让他们写信举报他。是。那这么说，就蔡玲玲这一个案子牵扯出3个犯罪团伙，一个是境外的电诈团伙，一个是咱们境内的套路贷团伙，就是复兴公司，还有一个是帮着这2个犯罪团伙拉客人的背包客团伙。对，我们根据这个伪基站的后台数据定位的背包客啊，有37名是在省内频繁活动，他们是一边开车一边靠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他们的上线是同一个人，是个茶叶店老板。
这个老板还在一个黑窝点买了200多台伪基站，雇人全国大范围化。一台伪基站每分钟能发几万条信息，8个小时，单是我们省内每天就能发送几亿条诈骗信息。如果按照1/1000的受骗率，那每天也是10万人。每个背包客每天的日薪是800元，能同时雇佣200多个人，每天成本就是10几万。这老板有点实力。这老板手里有几张银行卡呀，流水10几亿。这些诈骗短信啊，有一部分是来自复星公司的套路贷短信，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境外的诈骗短信。啊，我们还查到，这个老板跟复星公司有资金往来。复星公司涉案的资金大概有多少？根据我们的统计，大概是8、9亿。那咱们再说回蔡玲玲这个案子，她第一次受骗是陷入了专门针对公司财务人员的骗局，这样的剧本一定是境外的电诈集团干的。她第2次受骗是有人冒充国际刑警，让她在境内抵押自己的房产，在境内转账。你的意思是，复星公司在转型？套路贷本身就是诈骗，咱们国家已经出台了专门针对这类案件的法律法规。像复星公司这样的，他也会要寻找新的出路，他也想升级转型。这个茶叶店老板做背包客团伙赚到钱了，想要赚更多的钱呢，肯定会在这个核心业务上再转一转。那咱们要抓紧收网。条件成熟吗？基本成熟。复星公司呢，我们已经摸排很久了。这个公司分为话务部、审核部、财务部，还有这个催收部4个部门。目前他们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掌握的比较清楚了，是涉及到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罪名，证据很充分。涉及到的犯罪嫌疑人呢有100多名。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我建议复星公司、茶叶店老板，还有那个背包客团伙一起收网。潘局，抓捕的话最好是1个犯罪嫌疑人配备3名警力，100多人就是300多警力，而且不只是全省，还要上升到全国统一行动，这个难度有点大。这个事情啊，我去审厅，争取审厅的支持，让部里协调全国的警力资源。兄弟省市确实有类似的专项行动。国务院已经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只要部里支持我们可以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一起打击这类跨境犯罪。境内咱们自己先收网，迅速地查清楚境外窝点的信息，逐级上报给省里部里，让他们统一协调。那境内收网行动大概什么时候安排？尽快。警力方面，从各个分局还有县局抽调，和咱们的刑侦支队共同组成抓捕组。这个事情就让负责重案的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带队，老张你统一指挥。好。省里的其他城市和外省，咱们都要派人过去，配合当地的刑侦、经侦实施抓捕。明白。除了这个抓捕组，我们还要成立技术、搜查、机动组。科通处你们要派人参加技术组，趁机咱们完善一下省市一体化云平台。好，那我们就派小陈带人参与。好。新型犯罪，咱们不能用以往的个案的办案思维，一定要调动起智慧新侦查系统，以点带面，斩草除根。小陈，咱们这个各个部门里的系统如果出现了问题，你一定要帮忙解决问题，不管是不是你们科通处自己开发的，这次境内境外的行动你都要跟上，在咱们局里多干活不吃亏。一定不辜负局领导信任。潘局，说句实话，咱们今年面临的问题很多呀，打击黑恶势力、2抢1盗、禁毒这些方面压力都很大，而且警力有限。现在还得腾出手来打击新型犯罪，关键这还不是省里的这个今年的规定动作，你说是不是会吃力不讨好？抽调各方面的警力，把蔡玲玲这个专案升级为专项行动，作为审理规定之外的自选动作。工作嘛，就要从实际出发。2抢案已经很少了，再把现有的警力
都放在两甲案上面，那就是浪费人力物力。大家放手去干，天塌下来我顶着。局长，别动！别动！干嘛？别动！这个。把今天的会议记录下发各分局。好，感谢班局情报。完了，谢谢班局。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个茶叶店老板狡兔三窟，要说大数据查到他老婆银行卡，咱还真找不着他。幸亏咱们去的及时，再晚一步，这老板就逃境外去了。他逃到哪儿，我们也能给他抓回来。幸亏他打算逃出国，家里头居然准备了1行李箱的金条。这个境内抓捕啊，咱们只是完成了这第一步啊。现在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替受害人追回他们被骗的钱。老百姓啊，不会盯着那些人判多少年，人家最重视的就是他们被骗的钱能追回来多少，能不能全部追回来。那箱金条让小李阳送到退赔组去，消局已经安排完了。哦，接下来工作更繁重啊，讯问。要迅速的查清境外的窝点信息，上报给沈厅。沈厅会带队去北京汇报。咱们要当好马前卒。那个，你带队。小陈，你也去啊。哎，好。吃吧。我分点得。张队，张队，哟，这儿。嘿嘿。你干嘛来了？潘局让我来的，他没办法送你们，忙。让我给你们带点礼物。哟，还带礼物呢？老干妈，哎，可以。不光有礼物，潘局还让我带几句话。潘局说了，这一次出国，你们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虽然对方跟我们国家关系很好，但是法律体系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没有执法权，所以行动上一定要克制。可以，做得到。潘局还说了，小陈同志，哎，这次在境外。一定要发挥自己技术能力的特长，让张队你好好照顾他。照顾啊，老干妈全是他的。走吧，一路平安，等你们回来。走啊，走吧。局长，有点消息啊？对呀，我儿子有消息了吗？送。好。小姐，你不用每天过来等消息，我们因为有联系电话了嘛，有消息可以跟你谈。哎，我这不是着急吗？时间很久了，耳朵年轻。求求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儿子。这不客气。就是因为给我确切的消息。潘局，我先下班了啊。我给您叫车。哎，不用，我打车。啊？哎，对了，小王，那个局里开始换岗了嘛，你换个岗位吧。您要开除我呀，潘局？不是，你不是一直想去刑侦吗？我不去了，我还想接着跟您干，我没学够呢。都说又不去了呢，我表都给你填了呀。啊？你真不想去了？潘局，我不去了。犹豫就说明你想去。正好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啊？你到一线，到基层，这对你是锻炼，对将来的工作也有好处。你相信我。
啊！你只要记住，头上有警徽，心中有正义就行了。记住了，同志。喂，哎，对，是我叫的车。对，公安局门口。师傅，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了。我叫司机送我打车，打车。今天啊，跟亲家吃饭，定儿子结婚的日子。校局，打拐 DNA 系统比中了一个咱们县里的人，复查结果出来了。我看看，这不是潘局几个月前一直念叨的孩子吗？找到了。我给潘局打电话。小心脚下，抓紧速度。康儿，哎，跟潘局汇报一下，咱把人都抓回来了。哎，潘局生活方面非常简单，你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帮助潘局做好局长的工作。明白。如果有人想请他吃饭，直接拒绝，不用任何顾虑。好，我倒是想在调岗前请潘局吃顿饭，希望他能破次例。这个点潘局应该已经到了呀，我给潘局打个电话。哎。
谁听得花落的声息？谁挽留还带走沙砾？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去远听晴天的雷鸣，一环的长路的清醒。毕竟这一生本就不为被世界留名，平凡也不行。从那些没有呼喊的孤独里，拼尽全力无尽专心，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默默点燃自己。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要忘记我的名。哪怕不知远路可有归期，哪怕不被铭记，来了又去。从那些没有呼喊的孤独里，拼尽全力无尽喘息，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默默点燃自己。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要忘记我的名。哪怕不知远路可有归期，哪怕不被铭记，